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。你听过最惨绝人寰的悬案是什么？你不妨搜一下黑色大丽花。如果你胆子够大，非要点开一探究竟，那么你将会看到一具被砍成2段、死状凄惨的女尸。这就是美国史上最经典的案件——黑色大丽花案。时至今日，该案件依旧没有完全被侦破。那么，这个死状凄惨的女人究竟是谁？当年又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事情发生在1947年1月15日上午10点左右，一声刺耳的尖叫声打破了洛杉矶诺顿街区的宁静。原来，一个大妈带着孩子去逛街，却在路过雷蒙特公园时，发现远处的草坪上扔着一具人体模特。孩子正是好奇的年纪，非要上前查看，结果地上根本不是假模特，而是一个死状凄惨的女人。大妈吓得魂儿都没了，赶紧打电话报警。警方火速赶往现场，眼前的一幕令他们头皮发麻。地上躺着一个白人女性，身高1.7米左右，长相非常漂亮，但浑身上下却布满了伤痕。最可怕的是，女人被横腰砍断，身上的血迹却并不多，死后像是被放干了血，内脏被人清洗干净后又重回塞回了肚子，但是子宫却不翼而飞了。最令人不解的是，女人的姿势非常奇怪，脸朝上，手臂却高高举起，双腿笔直却被分成60度的样子，远远望去和假模特一模一样。难怪大妈会认错，女人原本的头发是褐色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染成了黑色，头部应该遭受过钝器打击，整个头部内陷严重，生前应该遭受过殴打，不仅鼻青脸肿，就连口腔也严重溃烂，嘴里还有不少用于止血的蜡。更加诡异的是，她的嘴角像小丑的妆容一般被人割开，伤口一直延伸到咬肌处，脖子上有明显的捆绑痕迹，胸口有烟头烫过的伤口，右侧的胸部被整个摘除，看上去格外吓人。女人全身上下多处骨折，指甲像被人强行拔掉了，大腿有划伤的痕迹，脚踝伤口像是倒吊着造成的。经过检测，她胃里并没有什么食物，但是却检测出了一些大便的残余，生前应该是被逼迫吞食过大便。女人身上虽然没有被性侵过的痕迹，但至少受过20到40个小时非人的折磨。尸体被抛弃前冷藏过一段时间，经过初步推测，抛尸时间应该是在凌晨2点左右，而女人的死亡时间大概是在前一天下午3点到5点之间。但令人奇怪的是，女人消失的这么长时间，却没有一个人报警。尸体被发现后，也没有一个人前来认领尸体。正当警方不知从何入手调查这起案件时，女人的身份浮出了水面。22岁妙龄女子惨遭杀害，不仅子宫立即消失，尸体还被拦腰截断，抛之荒野。死亡方式令众多人惊呼吃不下饭。那么在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？1947年，正当警方不知道该从哪调查这具突然出现的女尸时，有警察提议，不如将女人的指纹放进大数据库对比一下。当时只有犯过罪的人，指纹才会出现在数据库。警方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态度，将女人的指纹与数据库中进行了对比，没想到竟然真的找到了匹配的指纹。原来女孩名叫伊丽莎白，曾经因为还没有成年就饮酒，被警方拘留了一段时间，因此才留下了案底。据了解，伊丽莎白家有5个孩子，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，经常负债累累，而她父亲受不了这样的生活，为了逃避债务，竟然假装自杀，一个人逃到了外地。母亲一人身兼数职，将5个孩子拉扯长大，但却忽视了对孩子们的教育。因此，伊丽莎白从小就不好好学习，一心想成为明星，嫁给军人，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。当时迪安娜风靡全国，伊丽莎白将她奉为偶像，经常模仿她一身黑色的穿搭。为了表示对偶像的喜欢，她甚至将头发都染成了黑色，为此被熟悉的人称为黑色大丽花。19岁时，伊丽莎白为了完成自己的明星梦，于是抛下了母亲，只身前往父亲所在的城市，寻求父亲的帮助。但大城市的纸醉金迷很快就令他沉迷其中，他整天与一些海军混迹在一起。父亲对此非常生气，认为他不自爱，而他也将这么多年对父亲的埋怨一股脑地宣泄出来。父女2人发生争执后，最终彻底决裂。经历了很多事情后，伊丽莎白逐渐认清了现实，她的明星梦逐渐破碎，而这个认知不仅没有令她清醒，反而使她更加堕落，整日沉溺在男人堆里，享受着各种男人的殷勤。原本以为生活就这样了，却万万没想到她的白马王子出现了。对方是一名空军，
不仅长相帅气，还幽默风趣，简直是伊丽莎白幻想中的完美对象。因此，两人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然而，就在两人准备迈入婚姻殿堂之际，战争打响了，伊丽莎白不得不与未婚夫分开。她每天都在等未婚夫平安回来的消息，然而却一次次的失望。好不容易等到了消息，结果却被告知未婚夫已经战死沙场，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。巨大的打击之下，伊丽莎白重新回到了以前的摆烂生活，甚至比以前更加堕落。只要给她礼物，她就能满足任何男人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不久之后竟然会死于非命。年轻貌美的女子惨遭杀害，不仅姿势诡异，就连尸体也遭到了非人虐待。事情曝光后，竟然有数百人自称凶手，上赶着到警察局自首。那么真正的凶手究竟是谁？1947年1月8日，伊丽莎白告诉一个朋友，她在芝加哥找到了一份工作。然而第二天，她乘车到长途车站后，却再也没有人见过她了。等她再次出现在众人眼前时，早已成了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。由于她已经跟家人决裂，身边的朋友又少之又少，因此最后只有6人来参加她的葬礼。当时的技术有限，现场几乎找不到有用的线索。为了早日将凶手缉拿归案，警方最终决定公布案件的细节。没想到事情刚刚曝光，竟然有上百人跑到警察局自称凶手。然而当警方仔细调查后发现，这些人回答问题驴头不对马嘴，他们压根不是凶手，而是一群神经病。随后警方不得不用卡车将这些人全部送进精神病院。然而前脚刚送走这些精神病，后脚又有人给报社打电话，声称自己就是杀害伊丽莎白的真凶，还要给报社寄伊丽莎白的私人物品。起初报社以为又是什么神经病，没想到竟然真的收到了包裹。而另一边，警方也收到了一封手写信，对方声称1月29日会真相大白。所有人都以为真凶即将出现，因此格外期盼这一天的到来。没想到好不容易熬到了这一天，警方却再次收到了一封手写信件，对方声称自己不想坐牢，因此反悔不想来了。这不是典型的将人当猴子耍吗？但由于线索实在少得可怜，因此这个案件被封存起来，成了一大悬案。到1999年，一个名叫斯蒂夫的警官退休后回家收拾父亲的遗物，却无意间发现了一张父亲与伊丽莎白的照片。由于斯蒂夫经常研究没有破解的悬案，所以对伊丽莎白案件非常熟悉。出于警察的敏锐，直觉告诉他，伊丽莎白的死亡很可能与父亲有关。因此他立即对死去的父亲进行了调查，发现父亲不仅认识伊丽莎白，两人还曾联系密切，并且警方当年收到的2份手写信居然与父亲的字迹一模一样。最关键的是，当年警方在侦判案件时曾得出结论，认为伊丽莎白的凄惨死状应该是出自外科医生之手，而斯蒂夫的父亲之前就是一个外科医生，并且事发后斯蒂夫的父亲也被调查过，但当时他背靠大山，因此并没有接受什么实质性的审问，就被轻易的放走了。随后父亲就前往菲律宾养老，最终安度晚年。由于事情太过久远，很多关键证据残缺不全，再加上父亲已经不在人世，因此并不能为其定罪，也无法认定他就是最终的凶手，甚至无法查明他究竟为何如此残忍地杀害伊丽莎白。斯蒂夫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这个案件整理成书，尽可能地将事情公布于天下。只是可惜了伊丽莎白年纪轻轻就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。好了，今天关于黑色大丽花案我们就聊到这儿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。我是阿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